生活中的大部分烦恼其实都源于我们没能学会拒绝。特别是到了我现在的这个阶段，回头审视这一生的轨迹，我发现一个极其反直觉的真相：你的人生高度不取决于你在这个世界上抓住了多少东西，而取决于你究竟扔掉了多少东西。我不仅对投资有了极高的洁癖，对于人际关系，我的洁癖甚至更重。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能常年保持快乐，为什么能避开那些让普通人焦头烂额的麻烦，我的答案可能会让你感到意外，因为我极其擅长断交。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冷酷，甚至不近人情，但我必须告诉你，这才是对生命最大的负责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一种最隐蔽的破产，不是财务上的破产，而是社交能量的破产。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，如何像修剪果树一样修剪你的人际关系，以及为什么说断交其实是一种最高级的自我保护。如果你想在这个嘈杂的世界里找到内心的宁静，想看清财富和幸福的底层逻辑，请务必订阅这个频道，点个赞，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思考。比如你身边是否有那种让你感到精疲力竭的人，你是怎么处理的？我们可以一起在评论区交流。不管是关于投资还是关于生活的减法，这里都将是你精神的补给站。你的每一次互动其实都是在向这个世界宣告，你正在选择一种更清醒、更自主的生活方式。让我们回到正题，大多数人的人际关系实际上是一笔算不清楚的烂账。我在硅谷也好，在投资界也好，见过太多聪明人，他们懂得计算每一分钱的复利，懂得分析每一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，却唯独不懂得计算社交的资产负债表。什么是社交资产？很简单，那些能给你带来能量、智慧或者宁静的人就是资产。和他们在一起，你的思维会变得清晰，就像透过清澈的湖水看到湖底的石头，你的情绪会变得稳定，原本焦虑的事情似乎也没那么可怕了。这就是他们在为你的人生做加法，甚至是在做乘法。那么什么是社交负债？就是那些消耗你，让你怀疑自己或者把你拖入泥潭的人。和他们在一起，你会感到莫名的疲惫，你会变得焦虑、愤怒，甚至开始自我攻击。这就是负债。他们不仅在为你的人生做减法，甚至在做除法。最可怕的是，很多人明明背负着巨大的社交负债，却不敢清理。为什么？因为面子，因为所谓的合群，因为害怕孤独。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友善，要包容，却忘了告诉我们要保护自己的边界。你觉得断交是一种伤害，是一种不成熟，恰恰相反，不敢断交才是最大的不成熟。真正的成熟是明白你的时间、你的精力、你的心智带宽是你最昂贵的资产，你不能让他们被贼偷走。这里有一个残酷的数学逻辑，叫做机会成本。生命是一场零和游戏，你的时间是有限的。当你把时间花在一个烂人身上，你就失去了和好人相处的时间。你听了1个小时的愚蠢抱怨，你就失去了1个小时阅读经典智慧的机会，或者失去了1个小时陪伴家人的机会。你对坏人说是，其实就是对好人说不。这个逻辑非常简单，但执行起来却需要巨大的勇气。我年轻的时候也犯过这种错误。那是我刚开始探索这个世界，为了所谓的拓展人脉，为了让自己的路看起来宽一点，我强迫自己去和各色人等打交道。其中有一些人，我从见第一面起就觉得不对劲儿，他们的价值观有问题，他们不诚实，或者他们极其消极，浑身散发着一种霉味儿。但我忍了，我告诉自己，这是成长的代价，这是为了生意，为了未来。结果呢，这些关系不仅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好处，反而给我惹了一堆麻烦。他们不仅浪费了我的时间，还差点把我也变成像他们一样糟糕的人。这就是心理学上讲的社会认同倾向和潜意识模仿。人类是模仿动物，这种模仿是写在基因里的。如果你身边围绕着5个傻瓜，你注定会成为第6个。如果你身边围绕着5个骗子，你迟早也会开始学会撒谎。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，像温水煮青蛙一样，你根本察觉不到。等你察觉到的时候，你已经被同化了，你的思维方式、你的语言习惯，甚至你的道德底线都已经变得和他们一样了。所以我在很早的时候就给自己定下了一条铁律，如果我不尊敬一个人，我就绝不和他一起工作，也绝不和他做朋友。这不仅是道德洁癖，这是生存策略。如果你想在人生这场长跑中赢下来，你必须净化你的环境，你必须像修剪果树一样，毫不留情地剪掉那些不仅不结果，还抢夺养分的枯枝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把有限的营养输送给那些真正甜美的果实。这听起来可能很功利，但请相信我，这是对你自己生命最大的尊重。当你学会了断交，学会了拒绝，你会发现你的人生突然变得轻盈了，你的判断力变敏锐了，你的运气似乎也变好了，
因为你堵住了那个泄露能量的黑洞。那么具体是哪几种人是你必须立刻马上毫不犹豫断交的呢？在我这一生的观察和实践中，我总结出了3类绝对不能碰的剧毒人物。只要你身边有这样的人，哪怕只有一个，你的生活质量就会大打折扣，如果多几个，你的人生可能就真的毁了。接下来我要为你揭晓第一种人。这种人通常具有极强的迷惑性，他们看起来很可怜，甚至会让你产生同情心，但他们实际上是能量的吸血鬼。第一种我坚决断交，并且建议你也立刻远离的人，就是那些深陷受害者心态的人。如果让我总结人类最糟糕的精神毒药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，是自怜。你一定见过这种人，在他们的世界里，一切错误都是别人的。如果他们工作不顺，那是老板愚蠢，同事排挤，大环境不好；如果他们投资亏损，那是市场造假，庄稼收割，运气太差；如果他们生活不幸，那是父母没本事，配偶不体贴，社会不公平。总之，全世界都欠他们的，全世界都在针对他们，他们永远是无辜的受害者，而别人都是加害者。这种人看起来很可怜，甚至会激发你的保护欲，你会想去安慰他，想去帮他一把，想给他指条明路。千万不要，一旦你靠近他们，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能量黑洞。他们不需要解决方案，他们只需要倾听者，或者更准确的说，他们需要一个陪葬者。他们会拉着你一遍又一遍地咀嚼那些痛苦的细节，把你也拖进那种怨天尤人的情绪泥潭里。我曾经认识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朋友，他极其聪明，口才极好，本来有着大好的前程，但他有一个致命的毛病，就是觉得运气永远站在他的对立面。每次我们见面前30分钟，我都在听他的抱怨他的律所没得到重用，抱怨他的房东涨房租，甚至抱怨当天的咖啡太苦，天气太热。起初我试图开导他，给他理性的建议，帮他分析问题的症结，但我发现根本没用，因为对于一个受害者来说，解决问题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证明自己很惨。只要他证明了自己很惨，他就有理由不努力，有理由不改变，有理由心安理得的失败。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诡异奖励机制。通过抱怨，他获得了一种扭曲的满足感，获得了一种我在受苦，所以我高尚的错觉。后来我果断地和他断交了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我看着身边那些哪怕起点比他低，天分比他差的人，靠着乐观和坚韧，一个个都过上了富足的生活，而他直到两鬓斑白，依然在抱怨，他的一生就在这无穷无尽的抱怨中荒废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自怜是毒药，它不仅会让你现在的处境变糟，更可怕的是，它会锁死你未来的所有可能性。当你认为自己受害者时，你就主动交出了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权。你把自己变成了一片随波逐流的树叶，风往哪里吹你就往哪里飘。而一个无法掌控自己人生的人是不可能积累财富的，更不可能获得幸福。在我的心理学观察清单里，被剥夺超级反应倾向和自怜倾向往往是紧挨着的，这两种倾向结合在一起，会让人变得极其偏执和恶毒。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，哪怕他是你的亲戚，哪怕他是你多年的老友，你也必须立刻在心里划清界限。你不需要当面羞辱他，你只需要在大脑里把他拉进不可交往的黑名单，减少见面的次数，在他抱怨时保持沉默，不要让他的毒气进入你的肺部，因为情绪是会传染的，愚蠢也是会传染的。如果你整天和一群认为社会不公、富人都有罪、运气决定一切的人混在一起，久而久之，你也会开始憎恨财富、憎恨成功，甚至憎恨努力本身。那样的话，你就真的完了。人的一生中，谁没遇到过困难呢？我也经历过极度艰难的时刻，我见过经济大萧条的阴影，我经历过身无分文的窘境，甚至面对过亲人的离世。在那些至暗时刻，我有理由自怜吗？我有理由抱怨命运不公吗？当然有，但我没有，因为我知道自怜救不回失去的东西，也付不起我的账单。眼泪和抱怨在现实面前毫无购买力。面对苦难，唯一正确的态度是接受现实，然后继续前行，这是一种反受害者的硬汉精神。这也是后来我能翻身、能致富、能保持内心平静的根本原因。所以请记住我的建议，永远不要为自己感到遗憾，也永远不要容忍那些整天为自己感到遗憾的人，这是保护你能量场的第一道防线。把这种人清理出去后，你的世界会清净一半。但接下来你要面对第二种人，这种人比受害者更危险，因为他们通常看起来非常迷人，非常有能力，甚至可能是你的偶像。第二种，我坚决断交，并且会毫不犹豫地将其踢出我生活圈子的人，就是那些道德有瑕疵的聪明人。这一类人比第一类更具杀伤力，因为第一类人那些抱怨者，你一眼就能看穿他们的无能，你可以像躲避路边的水坑一样躲开他们。
但这一类人，他们往往披着光鲜亮丽的外衣，他们大脑反应极快，口才极好，学历光鲜，甚至在某些领域表现得像个天才。你会不由自主地被他们吸引，你会想，这个人这么聪明，如果能和他合作，我一定能赚大钱。如果你这么想，那你就离灾难不远了。在这个名利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我见识过无数才华横溢的混蛋，他们的结局无一例外都是毁灭。而且在毁灭的时候，他们会拉着身边所有信任他们的人一起陪葬。我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用人原则，或者说是交友原则。如果我在一个人身上看到了极其优秀的才华，但同时也看到了一点点道德上的裂痕，我会立刻放弃他。我宁愿要一个才华平庸但品德高尚的傻瓜，也不要一个才华横溢但人品低劣的天才。为什么？因为才华是引擎，而品德是方向盘。引擎动力越强，如果方向盘是歪的，那么车毁人亡的速度就越快，造成的破坏力就越大。在上个世纪90年代，华尔街充满了这样的聪明人，他们设计出复杂的金融衍生品，把垃圾包装成黄金卖给客户。他们利用规则的漏洞，从公司里获取巨额奖金。他们看起来是赢家，住豪宅，开跑车，被媒体追捧，但这种赢是建立在对信任的透支上的，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博弈。我曾经遇到过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基金经理，他为客户赚了很多钱，简直就是市场上的魔术师。但他有一个习惯，他喜欢在报销单上做手脚，占公司一点小便宜。有人对我说，你也太较真了，他每年给公司赚几千万，这点小钱就随他去吧，水至清则无鱼嘛。我说不行，如果一个人会在几十块钱的打车费上撒谎，他迟早会在几亿美金的交易上撒谎。这不仅是道德问题，这是概率问题。一个人的品格是具有一致性的，你不能指望他在小事上是个骗子，到了大事上突然变成了圣人，这违背了人性的逻辑。如果你的合伙人为了利益欺骗了供应商，然后回来向你炫耀他多聪明，帮公司省了多少钱，请不要以此为荣，请立刻感到恐惧。因为如果不加制止，下一次他欺骗的对象一定是你。在商业世界里，信任是效率最高的杠杆。我和我的老搭档沃伦·巴菲特做生意，往往只需要通一个电话，甚至不需要签合同，因为我们知道对方绝对不会在背后捅刀子。这让我们节省了无数的律师费、调查费和谈判时间。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思考如何把事情做对。这种无缝的信任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财富，而和那些道德有瑕疵的聪明人合作，你需要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防备他上。你需要雇佣律师去审核每一个条款，你需要时刻盯着他的账目，你需要担心他会不会把你的商业机密卖给竞争对手。这种内耗会拖垮你的一生，而且聪明人的作恶往往具有极强的隐蔽性。他们擅长用复杂的逻辑来合理化自己的贪婪，他们会告诉你大家都这么做，这是行业的潜规则。他们会用华丽的辞藻来掩盖肮脏的交易。如果你不够坚定，你很容易被他们洗脑，成为他们的同谋。所以对于这种人，我的策略是零容忍，不要试图去改变他们。聪明人的自负让他们很难接受道德上的改造，也不要试图去利用他们。你以为你能驾驭他们的才华，其实你只是在与虎谋皮。当你发现身边的朋友或者合作伙伴表现出了不诚实、不守信或者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苗头时，不管他多有能力，不管他能给你带来多少资源，请立刻按下停止键，远离他们，就像远离有毒的放射性物质一样，不要觉得可惜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才华虽然稀缺，但并不足以抵消人品败坏带来的风险。你要寻找的是那种聪明且正直的人，虽然这样的人很少，但只要你找到了一个，就抵得上100个那种有毒的天才。把这种人清理出去之后，你的事业也许会慢一点，但你的根基会稳得多。你晚上能睡得着觉，不用担心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被卷入了一场丑闻或者诉讼。这就是保护你人生资产的第二道防线。当你清理了抱怨者和缺德者，你的世界已经干净了很多。但还有一个隐形杀手，他不会直接伤害你，但他会让你变蠢，让你变得平庸。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第三种人。第三种我坚决断交，并且建议你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的人，就是那些认知封闭的装睡者。我活了这么久，看过那么多人的起起伏伏，我发现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死亡，不是心脏停止跳动，而是大脑停止学习。你一定见过这种人，他们通常在30岁左右就死了，虽然到了80岁才埋进土里。在他们30岁那年，他们形成了一套固定的世界观，从此以后，他们就关上了大脑的大门，拒绝接收任何新的信息，拒绝修正任何旧的观点。他们手里拿着一把锤子，看这个世界上的所有问题都觉得是钉子。
如果你和他们谈论一个新的商业模式，他们会说那是骗人的，以前没见过，肯定不靠谱。如果你和他们讨论一个不同的观点，他们会立刻愤怒，觉得受到了冒犯。他们把固执当成有原则，把无知当成传统。和这种人在一起是一场灾难，因为人类的认知是需要不断更新的，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。我在50年前学的很多法律和商业知识，到了今天很多都已经过时了。如果我的投资策略不进化，我现在根本赚不到钱。真正的高手都是长着腿的学习机器，我们每天睡觉前都要争取比醒来时聪明一点点。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昨天的想法是错的，我们会非常高兴，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今天进步了。但认知封闭的人，他们最痛恨的就是承认自己错了。为了维护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，他们会歪曲事实，会攻击真相，甚至会编造谎言来欺骗自己。这就是心理学上常说的心理否认。如果你身边充满了这样的人，你就会陷入一个会阴室，你们互相重复着陈旧的观点，互相强化着错误的偏见。你会觉得世界就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，直到现实给你一记响亮的耳光。我曾经有一个老相识，他非常固执。在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，我建议他去了解一下，哪怕只是试着发一封电子邮件。他嗤之以鼻，说那只是小孩子的玩具，是昙花一现的泡沫，根本不可能取代传统的生意。哪怕后来互联网改变了世界，改变了商业逻辑，他依然拒绝接受，坚持守着他那套过时的生意经。结果呢，他的生意逐年萎缩，最终破产。更可怕的是，因为他的封闭，他变得越来越孤僻，越来越愤世嫉俗。他觉得是时代抛弃了他，是社会变坏了，但我知道是他自己抛弃了时代。对于这种人，我的策略是不争辩，直接远离，千万不要试图叫醒一个装睡的人。你试图用逻辑去说服他，他会用情绪来反击你；你试图给他展示新世界，他会觉得你要害他。这种沟通成本太高了，而且毫无收益。更危险的是，愚蠢是会传染的。如果你长期和一个认知封闭的人在一起，为了维护关系的和谐，你会不自觉地顺着他的话说，你会慢慢降低自己的认知标准。久而久之，你的大脑也会生锈，你的视野也会变窄，你会失去对新事物的好奇心，失去自我进化的能力。对于一个想要致富、想要成功的人来说，这就等于被判了死刑。所以，请审视一下你的朋友圈，有没有那样的人？每次你提出一个新想法，他总是第一个泼冷水。有没有那样的人？这10年来他说的话、做的事儿，甚至抱怨的内容都没有变过。有没有那样的人？一旦你指出他的错误，他就会暴跳如雷。如果有，请悄悄地离开他。你需要的朋友是那些能挑战你的人，是那些在读你没读过的书的人，是那些思维开阔、拥抱变化的人。和这样的人在一起，你不仅是被动的接受者，你会被迫着一起成长。这种被迫成长的压力是你人生最宝贵的燃料。当你完成了这3轮清理，清理了抱怨者，清理了缺德者，清理了封闭者，你的社交圈可能变得很小，甚至有点冷清。但这正是我们想要的效果，因为只有把这些杂草拔干净了，你留下的空间才能种下真正的庄稼。那些能滋养你一生的高质量关系需要这种纯净的土壤。很多人可能会恐慌，如果我都把这些人删了，那我岂不是没朋友了？这正是我在下一部分想要和你深入探讨的。当你清理完之后，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强大的社交系统，这将决定你未来的人生高度。很多人问我，你是怎么结识那些顶尖人物的？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社交技巧？我的回答总是让他们失望。我没有任何技巧，我只是遵循了一个最古老、最朴素的原则，那就是如果你想获得一样好东西，你首先得配得上它。这听起来像是一句废话，但它是宇宙间最根本的法则。你想和一个诚实、聪明、慷慨的人做朋友，首先你自己得是一个诚实、聪明、慷慨的人。优秀的人，他们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，他们能在1英里之外闻出同类的味道。如果你是一个充满负能量的受害者，你吸引来的只能是其他的受害者。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耍小聪明的投机者，你身边聚集的一定是其他的骗子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，清理社交圈的第一步其实是清理你自己。当你把自己修剪得干净利落，当你开始专注于提升自己的品格和能力时，那些真正优秀的人自然会被你吸引过来。我和巴菲特的友谊被很多人称为奇迹，我们合作了半个多世纪，从未红过脸。我们的关系之所以如此稳固，不是因为我们签了多么严谨的合同，而是因为我们之间建立了一张无缝信任之网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概念，在一个无缝信任的系统里，你不需要在那儿猜忌，不需要在那儿防备。你知道，如果那是他的钱，他也会像处理你的钱一样去处理。你知道，如果他答应了你一件事，哪怕天塌下来，他也会做到。
这种信任能让所有的交易成本降为0，你能想象这有多高效吗？别人需要花3个月谈判起草几十页合同才能做成的生意，我们只需要通一个5分钟的电话就能敲定。别人需要花1半的精力去搞办公室政治，去互相拆台，我们把全部的精力都用来思考如何把事情做对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公司可以用最少的管理层管理着庞大的资产，因为我们只和值得信任的人在一起。所以对于你的新社交圈，我的建议是极度精简，极度挑剔。你不需要100个普通朋友，你只需要3、5个生死之交。这3、5个人必须是通过了你严格筛选的，他们必须是乐观的。当你跌倒时，他们会拉你一把，而不是在那儿叹气。他们必须是正直的。当你面临道德诱惑时，他们会喝止你，而不是怂恿你。他们必须是开放的。当你犯错时，他们会直言不讳地批评你，而不是在那儿装睡。找到这样的人很难，非常难。你可能花10年时间才能遇到一个，但哪怕只遇到一个，也值得你用一生去珍惜。你要像投资一只伟大的股票一样去投资这样一段关系。你要付出你的时间，付出你的真诚，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站出来。不要去追求那些所谓的广泛人脉，那些在鸡尾酒会上交换名片认识的人，那些在社交软件里互相点赞的人，那不叫人脉，那叫通讯录里的噪音。真正的人脉是在你哪怕一无所有时，依然愿意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人。当你建立了这样一个极简但高质量的社交圈时，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有了护城河。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混乱，无论你遭遇了多大的风暴，只要回到这个小圈子里，你就能找到安全感，找到智慧，找到重新出发的力量。这就是高质量关系的复利效应。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，直到变成无价之宝。现在你已经完成了清理，也懂得了重建。最后我想和你谈谈，当你拥有了这一切，清醒的大脑、正直的品格以及几个真正的朋友之后，你将拥有怎样的一种状态？那是我活了这么多年所体验到的最美好的状态。孤独，是的，你没听错。当你真的按照我的建议清理了那些抱怨者、缺德者和装睡者，并且只和少数几个值得信任的人来往时，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：你变孤独了。你的手机不再整天响个不停，你的周末不再被无聊的聚会填满。你甚至会发现，有时候你想找个人说话，却找不到合适的人。很多人害怕这种孤独，他们觉得孤独是失败的象征，是不合群的表现。但我告诉你，这种孤独是你人生的勋章，它是你为了追求卓越、追求自由而必须支付的门票。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，只有庸人才需要时刻抱团取暖，智者总是习惯于独行。这种孤独不是寂寞，而是一种高级的自由。因为你不再被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和事儿所消耗，你拥有了大量属于自己的时间。你可以用这些时间来阅读和古往今来的伟人对话，你可以用这些时间来思考，想清楚商业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。你可以用这些时间来陪伴家人，享受真正的天伦之乐。这种孤独会滋养你的灵魂，让你变得更加强大，更加独立。我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房里度过的，我不需要通过社交来获得存在感，因为我知道我是谁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当你拥有了这种强大的内核，你就不再需要向外索取认可。你会发现，真正的快乐不来自于热闹的人群，而来自于内心的宁静。真正的成功不来自于你认识多少人，而来自于有多少人真正值得你认识。所以，年轻的朋友们，不要害怕断交，不要害怕孤独，拿起你的手术刀，勇敢地切除那些有毒的关系，哪怕最后只剩下你一个人，也要比在一群烂人中慢慢腐烂要好得多。当你清理干净了你的人生，你会发现你留下来的空间会被智慧、财富和真正的友谊所填满。你会拥有一个干净的、高效的、充满正能量的人生系统。在这个系统里，每一份关系都是资产，每一次交流都是增值，每一天都是在向着更好的自己迈进。这就是我通过这一生的观察想要留给你们的一点人生智慧。无论你现在多年轻或者多富有，请记住，你的生活质量取决于你能不能对那些错误的人说不。保护好你的能量，守护好你的品格，珍惜好你的时间，剩下的就交给复利去完成吧。希望我的这些教训能让你少走几十年的弯路。从今天开始，做一个对关系有洁癖的人，然后享受你的干净而自由的人生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并在评论区告诉我你准备清理掉哪种负债。我们在下期视频见。